苏唐，我娶你只是奉命。完了完了，他的眼睛怎么红红的？不会是要哭了吧？看什么看？是不是他被我的话吓到了？现在道歉还来得及吗？不行不行，不能道歉。我若太热说，他会不会以为我想拿这门婚事困住他？我靠，是我累疯了，还是谢家这喜房不干净啊？我怎么总能听到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啊？日后你住东院，我住西院，你我只做名义夫妻，互不相干。他是被苏家塞来的，未必愿意嫁我。我若真让他坐实夫妻之名，他日后后悔怎么办？分院也好，至少他还有退路。可他会不会觉得我嫌他？我这是可以听到谢灵州心里在想什么。还有事，别这么看我，他眼睛怎么这么亮？难道真哭了？我是不是该递帕子？不行不行，太明显。这人怎么回事？世子，你很讨厌我？谈不上讨厌。当然不是啊，怎么会讨厌？她是被苏家逼来的，和她有什么关系？她嫁给我已经够委屈了，我还吓她做什么？那世子为何要同我分院而居？我素来不喜旁人近身，不是不喜你，也不习惯与人同榻，是不想让你觉得被逼着做真正的世子夫人。你若安分守己，在谢家自会衣食无恙。你若想走，我也会替你备好退路。你又笑什么？他笑了是不是气笑了？还是我脸上沾了什么？不对不对，我今日应当没把血吐到脸上啊。什么叫应当没吐血到脸上？你若无事，便早些歇着。这世子心里到底都装了些什么？世子夫人，和亲酒该饮了。世子夫人，大喜的日子，合卺酒可不能少。喝了，慢点儿。他手怎么这么小？杯子会不会太凉？我是不是该先替他暖一下？方才冷得像要和我划清界限，现在连杯子凉不凉都要操心。夫人，二夫人还吩咐了，饮完合卺酒后，还请夫人移步荣安堂。荣安堂，谢家规矩，新妇入门第一夜，要先去长家长辈跟前敬一盏新妇茶，再听训半个时辰，才算真正入门。既是规矩，去便是。哪来的破规矩？新婚夜去听二婶训话，谢家祖宗知道都得气醒。他这是想让全府知道，苏唐第一晚就被二房压下去了。不行，不能让他去。嘴上让我去，心里又不让我去。这个人不是嘴硬，是嘴欠。夫人初入谢家，不懂规矩也是有的。二夫人说了，早些听训，往后才不至于行差踏错。嬷嬷说这是谢家的老规矩。自然。那这规矩是写在谢家祖训里，还是写在二夫人的嘴里？问得好，他怎么这么会问？夫人说笑了，二夫人掌着府中内务，自然也是为夫人好。二夫人为我好，我自然感激。只是老太君尚在，我这个新妇入门第一夜，若先去给二夫人敬茶，怕是与理不合。明日老太君问起来，我该怎么回？是说我不懂礼，越过老太君先敬二夫人？周嬷嬷脸都白了。还是说二夫人替谢家祖宗新添了规矩，往后新妇入门都先听二夫人的训？伶牙俐齿，她好厉害。二婶这回踢到铁板了。苏家到底怎么养的，竟把这么聪明的人当弃子？夫人若觉得奴婢传错了话，不如亲自去荣安堂问二夫人。二夫人就在前厅等着呢，府中几位夫人也都在。我若不去，明日便是新妇傲慢；我若去了，便是认了二房的规矩。你若怕了，可以不去，别去。二婶正在前厅等着看她笑话，她刚嫁进来，没必要第一晚就硬碰。可她若不去，明日那些人又该说她怯场。要不我去把二婶叫过来。怕倒是不怕。二夫人既然替我备好了规矩，我总要去看看。自找麻烦，她要反击了。娘子好凶，我喜欢。娘子，嬷嬷，前头人多吗？几位夫人都在。那正好，人多，规矩才说得清楚。不知轻重，走，我陪他去。我倒要看看，今晚谁敢让他低头。这场被苏家塞来的婚事，或许没有我想的那么糟。至少这个嘴硬夫君，真的好懂。
看什么？他是不是以为我特地陪他？不行，不能让他误会，我只是顺路。世子也要去？前厅正好有事，有个鬼的事，我就是去看看二婶到底想怎么欺负他，但我不能说。那就劳烦世子顺路。这哪是临时请我去听规矩，分明是早就把人聚齐了。二夫人，世子夫人来了。林州怎么也来了？顺路。看他不信，谁会信新婚夜顺路到前厅？我就不该说话。你身子不好，怎么不在房里歇着？不过是教心腹认规矩，哪里用得着你亲自过来？我也想听听，谢家什么时候多了这条规矩？堂儿，你别多心，我也是想着你刚进门，怕你不熟悉谢家规矩，往后行差踏错，让外人看笑话。二夫人教诲，苏堂记下了。瞧着倒是个乖巧的，乖巧是好事，只是心腹刚见门，还是得有人提点。若今晚听了训，以后就要一直被二房拿规矩压着，不然年轻面薄，日后出了错，丢的是谢家的脸。堂儿，先给我敬沾茶吧，敬完茶，我再同你说说府中规矩。二夫人，苏堂有一事不明。你说。新妻入门，敬茶自是应该，只是苏堂记得，明日才是正式认亲敬茶之礼。今日夜深，老太君尚未受我的茶，我便先给二夫人敬茶。这规矩是谢家一直如此，还是今日才有？来了，他开始了。二婶手抖了，稳住，别笑。我不是不愿敬二夫人，只是怕自己刚入门便不懂尊卑，越过老太君，反倒让人笑话苏家教女无方。世子夫人也是谨慎，只是二嫂长着内宅，先听几句提点也不算大事。三夫人说的是，听提点自然不是大事，只是嬷嬷方才说这是谢家老规矩，苏堂初来乍到，不敢不问清楚。夫人恕罪，是奴婢嘴笨，奴婢只是想着二夫人一片好意，才说成了规矩。原来不是规矩，是好意，那便好。漂亮。周嬷嬷自己把梯子拆了，二手脸色比桂花糕还黄。堂儿倒是伶俐，多谢二夫人夸奖。既如此，敬茶便等明日。可你刚入门，有几句话，我这个做长辈的还是要说。二夫人请说。谢家门第高，内外眼睛多。你娘家如今虽不如从前，可既嫁进来，便该把永前小门小户的习气收一收。二婶，苏家是侯府，二婶若记性不好，明日我让人把京中各府名册送来，帮二婶认一认。说她小门小户，二婶娘家当年还不如苏家，她哪来的脸？林州误会了，我并无轻看苏家的意思。我明白，二夫人只是提醒我谢家门第高，行事要谨慎。所以苏堂才更不敢新婚夜越过老太君，先给二夫人敬茶。忍住，不能笑。他怎么又绕回来了？好会气人。原来怼人也能怼出一点默契。看来堂儿确实很懂规矩。不敢，只是怕给世子丢脸。你倒知道，没丢，很给我长脸。就是站久了，他累不累？老太君有话。老太君说，谢家没有新婚夜训新妇的规矩。世子夫人今日入门，何该在喜房安息？认亲敬茶，明日自有礼数，不必今晚急着越规矩。老太君还说，世子夫人初入谢家，能知道尊卑先后是好事。多谢老太君教诲。老太君让老奴明日辰时来请世子夫人过去说话。苏堂记下了。世子，老太君说夜深了，莫让心腹在外头站太久。知道了，祖母来的真及时。不过苏堂自己也能赢。站了这么久，脚疼不疼？既然老太君发话，那堂儿便先回去吧，明日再正式认亲。二夫人也早些休息。逞强！你刚进门，没必要得罪二婶。得罪的好，她不先立住，以后二婶只会更过分。可她会不会被吓到？刚才站那么久，她脚步是不是慢了？
怎么？世子是在关心我吗？不是，是。那世子方才为何替我说话？你如今是谢家人，丢的是谢家的脸，因为他不该被人这么说。换了旁人，我也会说；换了旁人，怎么可能说嘛？你又笑什么？没什么，只是觉得世子说话很有意思。无聊。他觉得我有意思，是夸我吗？他又笑了，看来没被吓着。回去。再看就不礼貌了。可是他笑起来真的很好看。世子、夫人，老太君院里送了东西来。宋嬷嬷说，这是老太君给夫人的见面礼。老太君还说，明日辰时请夫人去寿安堂。东院小库房的钥匙，祖母这是要考他。这钥匙是？属下不知，宋嬷嬷只说夫人明日去了寿安堂，自会明白。麻烦来了，他能应付，不过明日若有人为难他，我还是得去看看。世子明日也顺路？世子明日去哪儿顺路？闭嘴！早些歇息。世子不是说你住西院？自然，对，我该走。可是新婚夜就走，他会不会觉得我真的嫌他？不走又不妥。睡外间不行，太近。那我在书房坐一夜。世子若是不介意，外间有软榻。你让我留下？毕竟明日还要去见老太君。若世子今晚就去了西院，明日全府怕是又有新规矩了。麻烦。他让我留下，他是不是不讨厌我？软榻也行。不对，我为何这么高兴？原以为这一夜会冷清难熬，没想到竟然比我想象中热闹得多。这位嘴硬夫君似乎也比传闻中有趣得多。或从我听见他心声的那一刻起，这场冲喜婚事就已经变了味道。醒了，他醒了。昨夜睡得好吗？软榻太短了，我腰是不是快断了？世子昨夜睡得可好？尚可，一点都不好。软榻为什么这么窄？算了，他没被人议论新婚夜独守空房就好。这人嘴上倒是硬，腰倒是诚实。夫人，宋嬷嬷到了，说老太君请夫人去寿安堂。该来的来了。昨夜二审的规矩局刚被老太君压下，今早便叫我过去，这不是为难，是考我。太素，好看好看，比昨夜红嫁衣少了几分艳，却更清透。他这样去见祖母正好，不张扬，不怯场。世子觉得不妥？随你，妥，非常妥，祖母应该会喜欢。世子今日还顺路吗？不顺路，想去，但祖母今日是考他，我去了反而不好。那我自己去。别逞强，不用怕，祖母不是二审。知道了。去寿安堂外头候着。世子不是说不顺路？闭嘴！苏唐见过老太君。昨夜睡得可好？这句话问得平常，却不是随口关心。回老太君，一切都好。世子体恤我初来乍到，留在外间坐了半夜，倒是他睡得不太安稳。坐吧，昨夜的事我听说了，你觉得二夫人做得过了吗？二夫人掌家多年，想提点我这个心腹，本意未必是坏，只是好意若成了规矩，规矩若越过了尊卑，就容易让人误会。你倒会说话。我只是怕说错话。怕还敢昨夜当着满厅人问他？怕归怕，问还是要问的。有点胆子。这是东院这半个月修缮和布置的账，你既住进东院，便看看吧。
夫人可是看出什么了？老太君要听真话吗？自然。这账做得很干净，干净到太像给人看的账。说下去。东院换窗纸共报银12两，若用的是上等云纹纸，这价不算离谱。可我今早看过，东院窗纸只是普通细麻纸，价格最多4两。炭火爆的是银丝炭，可昨夜外间火盆里烧的是杂炭，烟气略重。若不是世子咳了一声，我还未必留意。还有喜房里的屏风，卷面是新换的，可那框架却是陈年旧木，账上写新制双面绣屏，实则是旧屏风重新糊了卷面。若只是旧物新用，本无不可，可账上按新物报，便不对了。你昨夜刚进门，倒看得仔细。我娘亲在世时教过我，看宅院不看摆出来的好东西，要看角落里的细处。东西可以旧，但账不能糊涂。老太君，二夫人来了。这账既然是东宅的账，二婶必然会来。让她进来。听说老太君叫堂儿过来说话，我怕她不懂府中账目，便过来看看。二夫人，不必多礼。你刚进门，账本看不懂也是正常的，往后我慢慢教你。他又来了。二婶这语气，一听就没安好心。苏唐别被他牵着走，他会不会应付不过来？老太君，堂儿毕竟年轻，昨夜才入门，今日便看账，是不是太急了些？你觉得急吗？不急。既住进东院，知道自己院里花了多少银子，用了什么东西，本就是我该学的。账目琐碎，哪有这么简单？确实不简单。所以我有几处不明，正想请教二夫人。账上写云纹纸12两，可东院用的是细麻纸。二夫人掌家多年，想必知道中间差价去了哪里。炭火写银丝炭，昨夜烧的却是杂炭。世子身子不好，杂炭烟重，这是不是下人拿错了？还有屏风，账上写新制，实则旧物翻新。若是府里节俭，我自然理解，只是旧物按新物报款，这规矩我就看不太明白了。我回去问问管事，许是下人办事不仔细。原来是下人办事不仔细。二夫人昨夜教我规矩，今日我才知道，原来谢家的规矩不仅要新妻学，下人也该学。既然东院的账有问题，便查清楚。老太君放心，我回去便查。东院以后是你的院子，你自己管。老太君，他才刚进门，便能看出账上问题，说明不是糊涂人。东院小库房的钥匙，昨夜已经给你了，往后东院吃穿用度，小账你自己看着办。若有人拿规矩压你，便拿账本回去压他。苏唐记下了。他原本想借账本看我出丑，没想到账本反倒成了我拿权的第一步。进谢家时，我只想着这场婚事别太难看，没想到第2日，我已经有了自己的院账和库房钥匙。这一步不大，可至少我在谢家不是任人摆布的心腹了。世子不是不顺路吗？散步，他发现了，我站得很明显吗？长安呢？不是让他提醒我别站太近。寿安堂外散步。府里路宽，完了，越说越蠢。笑什么？没什么，只是觉得世子今日路走得挺远。回去。他拿到账本了，祖母应当没为难他。二婶倒是该气几日。老太君把东院小账交给我了。麻烦，好，他该有自己的东西，东院本来就该他说了算。世子觉得我管不好？自然，谁说他管不好？他要是管不好，谢府那群管事全都该回家种地。我现在听他说话，已经自动分成2层，嘴上那一层不能信，心声那层才是真的。夫人，苏家送来的。果然，苏家哪里是盼我回门，是盼我把母亲留下的东西带回去。怎么？你娘家的事与我无关，继母又想打她嫁妆的主意，苏家还要不要脸？回门那日我若不去，他们会不会欺负她？不行，得去。世子方才说与您无关。自然有关，非常有关，她是我夫人。
他笑什么？他是不是又看出我想去了？不可能。既然与世子无关，那回门那日我便自己回去。随你，不准，我去。长安，备礼要最体面的那种。谢家这边我刚拿到账本，苏家那边便已经伸手要嫁妆单了。很好，一个个来，我倒要看看这场被他们安排好的冲喜婚事，最后到底是谁占了便宜。夫人，世子让长安送来的。这不像是随手拿的，倒像是特意挑过。不过是库房里闲置的东西，挑了半个时辰，他戴这个应该好看。原来是闲置的。不是，是新开的库，但说出来好像太刻意。好看吗？不难看，好看，比我想的还好看。苏家若再敢说他不得宠，我就让长安把他们门口狮子搬走。今日回门，世子可去？我身子不适，不去。去，当然去。但他若不想让我去呢？万一他觉得我跟着碍事，那我自己去。随你，不准自己去。长安，备车，备2辆，不，备最大那辆。怎么有种不好的预感？他果然没来。这人嘴上若能坦坦荡荡说一句“我陪你回门”，那才是真的奇怪。堂儿可算回来了，你父亲一早就念着你呢。让母亲挂心了。世子没来，姐姐新婚回门，姐夫竟不陪着。看来国公府规矩真大。世子身子不好。是身子不好，还是不想来？姐姐心里应当比我们清楚。若兰，怎么同你姐姐说话呢？安国公府谢世子到。路过，我倒要看看谁敢说他不得宠。刚才那个庶妹笑什么？她头上那只金钗好俗。世子能来，真是苏家的荣幸。夫人回门，礼数总该全。让你们看清楚，她不是没人撑腰。世子、堂儿，快里面请。堂儿啊，你如今嫁进国公府是享福了。唉，只是苏家近来不易，你父亲为了你的婚事也花费不少。你母亲当年留下的嫁妆单子，你可带来了？我想着替你重新理一理，免得你年纪轻不会管。来了，母亲留下的东西，我自己能理。姐姐这话说的生分了，母亲也是为你好。再说了，你嫁得好，总不能一点也不顾娘家吧？苏家缺银子，世子误会了，我们不是这个意思。既不缺，何必惦记她的嫁妆？姐夫何必说的这样难听？一家人之间哪里算惦记？不算惦记，算什么？想拿他母亲的东西，还说得这么好听。苏家人脸皮倒厚，他以前在这家里过的都是什么日子？我本以为自己早就不在意，可听见他这样替我不平，心里突然暖暖的。堂儿，母亲不是要你的东西，只是你妹妹也到了议亲年龄，苏家脸面总要撑起来。你如今是世子夫人，帮衬一二也是应该。母亲是想要我帮衬苏家，还是想要我拿母亲的嫁妆给妹妹撑脸面？你这孩子怎么把话说得这样难听？可能是我新婚后规矩学得不好。谁说不好？他学得好极了。二婶昨晚都被他气得睡不着。母亲若真想替我整理嫁妆，不如3日后带上苏家旧账到谢家来。正好我刚接了东院小账，也想学学旧账该怎么清。堂儿，回门之日何必说这些？父亲说的是，今日回门本该高兴，所以嫁妆的事今日便不谈，
贬得坏了兴致。他喜欢这个，府里厨房会不会做？回去让长安问问。今日你话太多，说得好，就该这么说。苏家人脸都绿了。世子不是路过吗？顺路，完了，又是顺路，他怎么还记得？笑什么？没什么，只是觉得今日这门回得比我想象中痛快。往后少回来，他们不配让你受气。世子这是心疼我。想多了。是。娘，凭什么？她以前在府里连件好衣裳都没有，如今倒成了世子夫人，连父亲都不敢说。急什么？3日后便是长公府赏花宴，京中贵女都在，秦家那位秦姑娘也会去。谢世子今日给她撑了场面，不代表真喜欢她。到了贵女圈里，有的是人能让她明白，冲洗心系和真正的名门贵女差在哪里。那就让她在赏花宴上好好丢一次脸。看来我嫁给谢灵州的事，京中早传遍了。人人都知道，苏家送了个不受宠的嫡女去安国公府冲喜，所以在这些人眼里，我这个世子夫人名头好听，日子未必好过。姐姐来了，我还以为姐姐今日不来了呢。毕竟姐姐才新婚，想必谢家规矩多，出门也不方便。苏姑娘如今可不是苏姑娘了，是谢世子夫人。是我说错了，姐姐如今身份不同了，只是我叫惯了，一时改不过来。无妨，叫姐姐也好，免得外人听了还以为妹妹连亲疏尊卑都忘了。今日不想闹事，但若有人非要把脸凑过来，我也不介意轻轻打一打。秦姑娘来了。玉容姐姐，若兰，这位便是世子夫人吧？秦姑娘，早就听闻世子成婚，一直想去谢家拜访，只是怕扰了世子夫人新婚清静。秦姑娘有心了。世子夫人怕是不知道，玉容姐姐同谢世子自幼相识，谢世子那样冷清的人，从前也就同玉容姐还能说上几句话。是啊，外头都说，若不是世子身子不好，玉容姐姐何才是最……原来秦姑娘和世子这般熟，也谈不上熟，只是两家长辈有旧，小时候常走动。谢世子到了。谢灵州怎么来了？南客那边正好缺人，特请谢世子过去。人怎么这么多？他坐在那里做什么？苏若兰是不是又阴阳他了？秦玉荣也在，麻烦。他还真是哪里有麻烦，哪里就顺路。林州哥哥，玉容姐姐和世子果然亲近。秦姑娘，林州哥哥，他小时候不是这么叫的吗？怎么现在还这么叫？苏唐会不会误会？世子今日怎么来了？莫不是听说世子夫人在这里，特意来的？不是。姐姐，我听说你和世子新婚后分院而居，是真的吗？若兰，夫妻私事不该这样问。妹妹消息倒灵通，我也是关心姐姐。
那妹妹还想知道什么？不如一次问完。既然世子也在，不如问世子一句：世子可喜欢世子夫人？不喜欢。喜欢？他今日怎么这么好看？他是不是生气了？我为什么要嘴快？不对，我若当众说喜欢，他会不会觉得我在逼他坐实夫妻情分？可我说不喜欢，他会不会难过？原来世子不喜欢我。别信，他不会真信了吧？既然不喜欢，那昨日为何让厨房做了桂花糕？顺手，因为他在苏家吃了2块。为何让人给我换了银丝炭？下人自作主张。他夜里怕冷。为何今日一早让长安送了白玉簪？库房闲置，挑了半个时辰。为何我刚到赏花宴，世子便也来了？路过。完了，又是路过。他是不是在笑我？林州哥哥从前最不喜甜食，想不到如今也会让厨房做桂花糕。人会变，我从前也没说不吃，那是他们自己以为。苏糖爱吃，做几碟怎么了？也是，多年不见，世子有些习惯变了，也正常。看来世子夫人将世子照顾得很好。秦姑娘过奖，我嫁进谢家时日尚短，哪里比上秦姑娘与世子多年相识？只是人总不能一直活在从前，是不是？话多，说得好。苏糖是不是吃醋了？他若吃醋，是不是说明他也有一点在意我？这人想的倒挺美。原本想看我不得宠，如今反倒被谢灵州那些顺手堵得说不出话。世子夫人，今日我若有失礼之处，还请不要放在心上。秦姑娘言重了。3日后月老庙有灯会，京中不少姑娘都会去。世子夫人若得空，也可去走走。林州哥哥从前不爱热闹，但月老庙那边，他小时候倒是去过几回。又是从前。好啊，我也想看看世子从前去过的地方。他要去月王庙，和谁去？秦玉荣为什么约他？我去不去？不行，我不能显得太在意。无聊，去，必须去。月老庙灯会，看来会很热闹。秦姑娘从前常来谢佛，秦姑娘最知道世子的口味。从前世子身子不好，秦姑娘还亲自送过药膳呢。听得多了，倒没生气。一个真青梅，一个新夫人，这戏码若放在话本里，少不得要闹上一场。可偏偏我能听见谢灵州心声，所以秦玉荣到底特殊不特殊，我比谁都清楚。夫人，宋嬷嬷让奴婢来请您。秦姑娘带了亲手做的药膳，想送给世子，也请世子夫人一同过去坐坐。世子夫人，秦姑娘，我听说林州哥哥近来胃口不好，便做了些清淡药膳。小时候他喝药怕苦，常常不肯用饭，老太君还让我哄过几回。这话说得轻松，却每个字都在讲从前。林州哥哥，秦姑娘，怎么又是灵州哥哥？小时候也没见他叫得这么亲。苏糖会不会觉得我和他很熟？根本不熟，好不好？只是他小时候来谢府次数多些罢了。这是山药莲子羹，最是养胃。你从前苦夏时总爱用这个。有劳，我什么时候爱用这个？苦夏那年明明是祖母逼着我喝，喝了3日，我吐了2天。还有这桃花酥，小时候你最喜欢。那是买给祖母的，我一口没吃。世子夫人别见笑，我与灵州哥哥自幼相识，
知道他一些旧习惯。若夫人日后照顾世子有不明白的地方，尽可来问我。那便多谢秦姑娘了。只是秦姑娘说的这些，是世子如今还喜欢的，还是小时候喜欢的？有些喜好是不会轻易变的。原来如此。世子如今还爱桃花酥吗？不爱。那山药莲子羹呢？也不爱山药莲子羹。可秦姑娘说，世子从前最喜欢。从前也不喜欢。可算说出来了，再不说，他是不是还要送苦瓜汤？苏糖会不会误会我喜欢这些？不行，回头让厨房告诉他，我喜欢桂花糕。你笑什么？没什么，只是觉得世子口味变得挺快。人都会变。对，以前不喜欢，现在喜欢他喜欢的。这人的心声真是越来越不收敛了。看来是我记错了，世子夫人进门不久，便已经比我更懂世子了。我哪里敢说懂，只是世子人在眼前，问他本人，总比问从前的记忆准些。这话不错，人总是会变的。老太君说的是。走了。去哪儿？东院。再待下去，他又要被秦玉云说些不阴不阳的话，不如带走。账册不是还没看完？对，找个理由，这个理由不错。那我先回去了。去吧。世子不是不管内宅琐事吗？账册不是琐事，他被秦玉官挤兑也不是琐事。那世子为何不喜欢秦姑娘送的药膳？不合口味，怕你误会。那桃花酥呢？太甜，桂花糕不算。你今日笑得太多。是世子太有意思。无聊。他觉得我有意思，这是不是好事？应该是。世子夫人，月老庙那边送来了灯会帖子，说3日后庙中有猜灯谜和姻缘签。月老庙，秦玉荣是不是也会去？苏树林是不是也会去？那日赏花宴那个冲他笑的男的会不会去？无趣。那我自己去。随你，不准，我也去。长安，备车。又来这种感觉。夫人，这对耳坠配今日的裙子正好。穿这么招摇。世子今日也挺招摇。随手穿的，换了3套，这套是不是太素？他会不会觉得我不重视？不对，我为什么要让他觉得我重视？这人嘴硬归嘴硬，衣裳倒是很诚实。世子不是说月老庙无趣吗？路过。谢灵州的路过，大概和旁人的特意前来意思差不多。姐姐，姐姐，见过世子夫人。姐姐，这位是赵公子，最会猜灯谜，方才还说想请姐姐一道去前头看看呢。这心思简直写在脸上。赵公子，哪里来的赵公子？他笑什么？牙很多吗？姐夫应该不爱这些热闹，不如让赵公子陪姐姐去猜灯谜。随他，不准。他敢去试试。长安，把灯谜摊买下来。不，整条街都买。世子若不介意，我便同赵公子去看看。不介意，介意，非常介意。他怎么还真问？他是不是故意的？我也正好过去。世子又顺路。路宽。完了，这话听着更蠢。几位公子小姐来猜灯谜呀？春来人不见，
打一字。赵公子肯定知道。日。公子答对了，真乃天才呀！就这点本事，也敢出来丢人现眼？先回去多读2本书。赵公子，不如再挑一个更难的。夜来照人间，圆缺皆有意。月亮，月亮，大口张开后，小口里面藏。高，这盏灯归这位夫人了。并碧莲倒也合适，他会不会喜欢？多谢世子。不必，他喜欢就好。林州哥哥，世子夫人。秦姑娘，没想到你也来了。从前你最不爱灯会热闹。人会变，又是从前，他怎么总提从前？苏唐会不会听烦？秦姑娘从前记得真清楚，毕竟相识多年。是啊，相识多年，却不知道世子如今会来灯会。他是不是吃醋？他在意我？不行，不能笑。后院有一株百年姻缘树，今日可挂同心签。玉荣姐姐，我们也去看看吧。这是……原来是你。你认得？同心玉自然认得。原来是你能听见他。什么意思？同心玉认的是夫妻缘，能听见是缘分。可若一人总说反话，另一人总只听心声，久了玉也会累。什么听见？他不会听懂了吧？天机不可说。你有事瞒我？没有。他紧张了，他肯定有事瞒我。听见他，听见谁？不会是听见我吧？世子，灯会还没逛完。苏唐，你最好没有骗我。若他真能听见，那我方才那些乱七八糟的，他是不是全听见了？我能听见谢灵州心声这件事，可能快瞒不住了。若一人总说反话，另一人总只听心声，久了玉也会累。难道真如老庙主所说，因为谢灵州嘴上和心里总是对不上？这玉是母亲留下的，从我记事起便带在身边，从前从未有过裂纹，偏偏嫁进谢家后，我能听见谢灵州心声，如今玉又裂了。世子今日起得早，睡不着。他昨夜是不是被吓到了？那老庙主到底什么意思？他能听见什么？不会真能听见我心里想什么吧？你的玉呢？收起来了。为何？怕磕坏。昨日还戴得好好的，他在心虚，他肯定有事瞒我。不能慌，我一慌，谢灵州只会更怀疑。世子昨日在月朗庙，是不是担心我？不担心。
肯定担心呀，担心的一晚上没睡。那世子昨日为何跟着我进后院？路过。世子还真是哪里都路过。你想说什么？我想问，世子是不是喜欢我？你想多了，想的不够多。他为什么突然问这个？他是不是听见了什么？不对，正常人也能看出来吗？你笑什么？没有。你方才笑了。我只是觉得世子回答得很快。这种无聊问题本就不必多想，从昨晚想到现在，他若再问一遍，我该怎么答？那若有一日我真离开谢家，世子也不在意？随你，不准走。他要去哪儿？苏家不能回，秦玉荣那边也不行。他若真想走，我也不能拦，但至少得给他备银子、宅子、护卫。嘴上的冷话也不全是别扭。他是真的觉得我是被迫嫁来，所以哪怕心里不想我走，也不敢明着留我。世子总说随我，可若我自己想留下呢？你说什么？他想留下，留在谢家，留在我身边，他是不是说错了？我说，若我想留下，世子也要把我往外推吗？谢家未必适合你，我未必适合你，你想清楚再说，别一时心软，也别因为苏家不好就觉得谢家好，更别因为我昨夜陪你去了月朗庙就觉得这门婚事值得。他明明什么都想了，偏偏不肯问我一句，我到底想不想留下？做什么？他靠这么近做什么？他是不是生气了？我又说错话了？谢灵州，你以后能不能少替我做决定？我是不是被迫嫁来，我自己知道。我要不要留下，也该由我自己说了算。世子若真想给我退路，便先问问我想不想走。他生气了，但他说的对，我总觉得放他走是为他好，可我从没问过他想不想走。那他现在是想留下吗？他为什么想留下？因为谢家，还是因为我？再听下去，我怕自己先撑不住。苏唐，你若想留下，便留下，别走。我想你留下。世子夫人，苏家又派人来了。何事？说是苏夫人病了，想请夫人回去一趟，还说夫人母亲留下的嫁妆账册，有些旧事要当面说清。又是嫁妆？你娘家的事，你自己看着办。去，我陪她去。不对，她刚才说不要我替她做决定，那我该不该问？需要我去吗？需要。麻烦。好，她需要我。这裂痕也未必全是坏事。至少从今日开始，谢灵州终于学会问我一句需不需要了。夫人，我们夫人病了，说是想见大小姐一面，还说大小姐母亲留下的嫁妆账册有些旧事要当面说清，若拖久了，怕以后说不明白。既然病了，便请大夫。这夫人是心病。心病也请大夫，装病倒是装得挺熟。上回回门没拿到嫁妆，这回又想把人骗回苏家。苏唐若真能听见，就别顺着苏家走。既然是嫁妆账册要说清，那在哪里说都一样。你回去告诉母亲，明日带上苏家旧账和见证人到谢府来。这怎么使得？夫人病着，病着就更该快些说清，免得母亲心里总惦记，病更重了。说得好，想把他骗回苏家关门说话，想得美。谢府门宽，正好让他们来。
堂儿，我原不想闹到你夫家来，只是你母亲留下的东西里头确有些误会，母亲也是怕你年轻被旧账误导。姐姐，母亲一夜没睡，你就不能体谅她些？坐。既是苏家的嫁妆账，今日便说清楚，免得日后再扰心腹清静。多谢老太君。堂儿，你母亲当年的嫁妆确实不少，可这些年苏家替你保管也有损耗。再说你妹妹到了议亲年纪，家里总不能一点体面都不给她留。母亲的意思是我母亲留下的嫁妆也该分妹妹一份。不是分，是一家人互相帮衬。说的好听，就是想抢，还抢得这么绕。姐夫，您误会了，我从没想抢姐姐的东西，只是姐姐如今嫁进谢家，什么都有了，何必还计较这些旧物？你也知道是他的东西。若兰嘴笨，堂儿，你别同她计较。我自然不计较，只是我这里也有一份母亲当年亲手抄的嫁妆单，不如2份对一对。你怎么会有？母亲留给我的东西，我有，很奇怪吗？柳氏慌了，那本旧账怕是动过手脚。长安，去叫账房。世子，我刚才没开口。属下看世子脸色，觉得您大概需要账房，去叫。是。长安最近怎么越来越会猜？不对，苏唐刚才是不是也看我了？他是不是也猜到了？夫人母亲原本留下3间铺子，2处田庄，另有1匣珠宝，5000两压箱银。可苏夫人这份旧账上，铺子少了1间，田庄也有2处，变成了1处，珠宝也少了大半。年深日久，许是记错了。银票会记错，田庄地契也会记错吗？这2处田庄，1处在我名下，1处却在3年前转到了妹妹名下。你怎么连这个都有？母亲觉得我该没有吗？磨蹭，1间铺子，1处田庄，珠宝少了12件，压箱银缺了2600两，还有那对玉如意，怕是也进了苏硕安屋里。还有1对玉如意，妹妹今日戴的玉镯，成色倒像是从那对玉如意上改的。把镯子取下来看看。老太君，这是我自己的东西。是不是看了才知道？还敢哭？他带人家母亲的东西，还哭得像自己受了委屈。回老太君，这玉料确实与嫁妆单上所记相符，且内侧还有旧刻痕，应是旧物改制。母亲说要替我整理嫁妆，我今日便也把话说清。母亲私自处置的，我可以不追究，太难看，但属于我母亲的东西，一样不少，3日内归还。堂儿，你何必把事情做绝？我若真做绝，今日便不是在谢府对账，而是去衙门告状。他不一样了，不是那个被苏家送来冲洗，只能低头忍着的人了。这样很好。苏若兰不会就此罢休，但我不怕。麻烦。世子今日不是也帮忙算了？我何时算了？我没出声，他怎么知道？不对，他只是猜的。世子脸上写着呢。胡说，我脸上能写2600两。苏唐，
完了，我刚才反应太快了。我方才没叫你。我知道。那你看我做什么？因为世子好看。他夸我好看，不对，他在转移话题。可他夸我好看，算了，先让他转。谢林州已经开始试探我了。你们听说没？谢家那位新进门的世子夫人跟娘家闹起来了。新婚才几日，这就闹上了？可不是，听说把娘家人叫到谢府，当着老太君的面清点嫁妆，连庶妹手上一只旧镯子都要拿回去，这也太计较了。那位苏家大小姐才嫁进国公府，就开始盯着银钱不放了。落魄侯府出来的，到底眼皮子浅些。我也听说了，说她连亲妹妹一只旧镯子都抢。可那不是她母亲留下的嫁妆吗？说到底，不就是贪财？夫人，外头那些人也太会颠倒黑白了。说什么了？明明是苏家吞了您的嫁妆，他们却说您连妹妹一只镯子都抢，还说您贪财。他们要传，便让他们传。可这坏的是夫人的名声啊！名声这种东西，光靠嘴吵不回来，得靠事儿。夫人，二夫人来了。唐儿，外头那些闲话你别往心里去，多谢二夫人关心。不过话说回来，你如今管着东院小账，也该明白，长家不只是会算账，还得顾全脸面。这几本是厨房、采买和库房的杂账，原本我不该这么早给你看，只是老太君既看重你，我也不好拦着。你若能理出来，自然是好；若理不出来，也不必逞强，交还给我便是。好，你可看清楚了，这不是东院小账，是府中几处杂账。看清了。那便辛苦你了。夫人，二夫人这是故意为难您。我知道。那您还接？不接，外头便说我只会争嫁妆，不会长家。接了，若理清楚了，外头就该换个说法了。他们不是说我贪财吗？那我便让他们看看，贪财的人最会省钱。夫人说，既然外头说他贪财，他便让他们看看，贪财的人最会省钱。小聪明，说得好。贪财怎么了？会管钱是本事。他要是真贪，最好连我一起贪走。世子，要凉了。去东院看看。世子不是说夫人小聪明吗？我去看看她到底有多小聪明。是。又顺路。厨房采买虚报，这么多。库房旧物新报。夫人，月喜银分发也乱，花木修剪的钱被底下人一层层刮过。明日一早，把几位管事都叫到东院。唐儿，账可看完了？看完了。厨房每月采买可省32两，炭火按实际用量重分，可省26两，几处加起来，一个月可省127两。我出掌账，不想闹得难看。以前的事，谁拿了多少，3日内补回来。以后再有虚报，就不是扣银子这么简单了。夫人，这账不能这么算，府里上下人多。那你说该怎么算？世子怎么来了？路过，他一个人镇不镇得住？这些管事最会欺软怕硬，我站一会儿，他们应该不敢多嘴。那世子路过的正好。他是不是又在笑我？算了，他笑起来好看。3日内补齐，往后按新账走。是。唐儿倒是能干，都是二夫人给的机会。
今日那几位管事出来时，脸都白了。谁还能想到夫人3日就把杂账理清了？以后账上可不能糊弄。从前都说夫人是冲洗来的软性子，如今看可不是软包子。前几日都说谢世子夫夫人贪财，我看不一定。哎，怎么说？听说她3日就给谢夫省下100多两银子，这哪是贪财，这是会管家。会算账的人心里都有数，他敢清点嫁妆，怕是早看出苏家账不干净。夫人，外头如今都改口了，说您不是贪财，是会管家。世子也觉得我贪财，贪得好，多贪点，最好把东院、西院还有我全都贪走。那我要是真贪得厉害，世子不怕？你能贪什么？什么时候把我贪走呀？世子夫人，老太君传话。嬷嬷请说。老太君说，3日后府中设小宴，请几家相熟的夫人姑娘过来坐坐。既然夫人如今会理账，也该学着主持宴席了。小宴，这便是下一场考验。秦姑娘和苏二姑娘也在帖子里。秦玉荣也来，苏若兰也来，这宴还能吃吗？不行，我得去。世子这次还路过吗？看情况，去，必须去。秦玉荣和苏若兰都来，这宴不会安生。老奴先回老太君那边复命。秦玉荣若再提旧事，苏若兰若再装委屈，都得看着些。看来这场小宴又要热闹了。清淡点心先上，热菜后上，别乱顺序。老太君那份单独备好。夫人，秦姑娘和苏二姑娘都来了，请进来。是。姐姐如今真是不同了，连谢家小宴都能主持了。妹妹若想学，坐下看着便是。世子夫人能得老太君看中，自然是有本事的。我想着今日小宴，便做了几样林州哥哥从前爱吃的小菜。从前又是从前。林州哥哥，秦姑娘，我今日做了你从前最爱的清炖鲈鱼，还有桃花酥。有劳。清炖鲈鱼，我7岁被鱼刺卡过，从那以后就不吃鱼了。桃花酥又来了，他怎么还记着这个？那明明是买给祖母的。世子夫人刚进门不久，想必还不清楚你的旧习惯。往后若有需要，我可以慢慢告诉他。那倒不必麻烦秦姑娘。世子如今不吃鱼，怕鱼刺。桃花酥也不是他爱吃的，是老太君爱吃的。不错，林州小时候每回买桃花酥，最后都进了我这里。姐姐怎么知道的这样清楚？莫不是早就打听过？她是我夫人，知道这些很奇怪。我说的是不是太直接？她会不会觉得我在替她撑腰？不对，我本来就在替她撑腰，她怎么不看我？是我记差了。继续上菜。是。夫人，燕丹不见了。怎么会不见？方才还在小厨房挂着。姐姐，这可怎么办？今日来了这么多客人，若菜品乱了，岂不是要让人笑话？妹妹怎么知道菜品会乱？我只是担心你。不必担心，按第2份燕丹上菜。是。你还备了第2份？第1次主持谢家小宴，自然要稳妥些。她早防着了。苏若兰那点小聪明还不够她看的。不愧是我夫人。这句我夫人怎么听都比她嘴上说的顺耳。不错。夫人，燕丹在苏二姑娘丫鬟的袖子里找到了。
姐姐看我做什么？这是怎么回事？我不知道，定是我丫鬟手脚不干净，与我无关。姑娘，是您让奴婢拿的。您说只要让世子夫人出城，你胡说！妹妹若只是想看我笑话，何必在谢家小宴上动手？你如今成了世子夫人，自然能高高在上教训我了。我若真想教训你，今日就不会只问这一句。苏唐，送苏二姑娘去厢房醒醒神。世子夫人，秦姑娘有事。今日我倒是真佩服你。秦姑娘过奖。只是我有些好奇，世子不吃鱼这事，连我都记错了，你怎么会知道？问的，问世子，自然。可世子那性子未必会答得这样细。还有燕丹，苏二姑娘刚起心思，你便已经背了第2份。世子夫人，你是不是总能提前知道旁人想什么？秦姑娘说笑了，我若真能知道旁人想什么，今日便不只是让妹妹去厢房神了。说完了吗？林州哥哥，秦姑娘，天色不早了。那我先告辞。他方才说的是什么意思？秦姑娘想多了。提前知道旁人想什么，他真有事瞒我。他到底能听见谁？不会真是我吧？苏唐，你若听得见，就看我。回东院。好。他忍住了，可他方才手抖了。苏唐，你最好别让我抓到。他已经不是怀疑，他开始试探了。他方才躲我眼神，一定有问题。秦玉荣那句话不是空穴来风，他总能提前知道我喜欢什么，不喜欢什么，还总能在我没开口前接话。世子怎么不走了？你紧张什么？没有。有，他刚才差点撞我，耳朵也红了。他心虚时就是那样。回去。是。苏唐，你若听得见，就摸一下袖口。世子喝茶吗？不喝。他转移话题，还转得这么生硬，看来是真听得见。苏唐，你是不是能听见我心里想什么？世子怎么这么看我？你说呢？从新婚夜开始，你便不对劲。我说分院，你不难过了；我说不喜欢，你还能笑。我没说出口的话，你总能知道。清炖鲈鱼、桃花酥、桂花糕，还有方才我在心里叫你，你差点应了。这人不说话时，脑子倒是好用。你到底瞒了我什么？他会不会怕我？说他真能听见，我从前那些话，他岂不是都听见了？我说他好看，他听见了；我说想他留下，他也听见了；我说想抱他那句“世子”，你果然听得见。是，我能听见你的心声。他承认了，他真的听得见。桂花糕、顺路、不准走，还有那句想亲他，不是每一句都听见。情绪重的时候听得比较清楚。那不就等于全听见了？为何不早说？
世子嘴上说话那么难听，我若不听心声，早被你气死了。好像也是。你还笑？没有。所以新婚夜我说娶你只是奉命，你听见了？听见了。赏花宴我说不喜欢你，你也听见了？听见了。月老庙，月老庙听的不多。他撒谎。好吧，听的也不少。忘掉。忘掉哪句？全忘，尤其是想抱他那句。世子生气了？没有，有一点，但不是气他，是气我自己太蠢。我不是故意瞒你。最开始我也吓了一跳，后来我发现你嘴上难听，心里却不是那样。但一直听心声不问你也不对，所以以后我会问你。他还愿意问我，好，你问，我会答。那我现在问一句。问什么？世子讨厌我听见你的心声吗？不讨厌，只是很丢人。苏唐，好，我不笑了。世子去哪儿？透气，不能乱想，他全能听到，也不能想他刚才笑得很好看。世子，您怎么了？闭嘴！去月老庙。现在？明日。问那个老庙占，同心玉裂了，该怎么补？世子，我也去。随你，一起去，正好。他嘴上说随你，心里分明是想一起去。世子今日心里怎么这么安静？与你无关，不能想。他听得见，尤其不能想，他今日这只簪子很好看。原来如此。原来什么？原来世子不是没想，是忍着不想。完了，还是被听见了。来啦。玉裂了，怎么补？会彻底裂开吗？会。裂了会如何？不死人，也不伤身，只是他再也听不见你的心声。那倒清静。不行，他若听不见，会不会又信我嘴上那些混账话？可他听得见，我又藏不住，还是听得见好。同心玉不是让人一直偷听心声的。偷听？他只是让一个嘴硬的人被另一个人看见真心。可他一直听心声，你一直不说真话，玉自然撑不住。那要怎么补？简单，别只让他听你心里怎么想，你得亲口说。越是想藏的话，越要说出口；越是怕丢脸的话，越要当着人说。荒唐！说什么？说我心悦他？没有什么要说的。没有？没有。先记上，可暂缓别闻。给我，你笨手笨脚，他自己记，万一碰疼了怎么办？别裂，再让我多一点时间，至少等我学会怎么同他好好说话。不急，他在学就够了。世子方才听懂了吗？听懂什么？越想藏的话，越要说出口。江湖术士之言，不必当真。当真了，非常当真。那我便不问了。他怎么不问了？林州哥哥，世子夫人。秦姑娘。世子夫人和林州哥哥是来求姻缘的。与你无关。我只是关心，世子夫人总能猜中林州哥哥喜恶，我还以为……秦姑娘以为什么？只是觉得世子夫人很厉害，像是什么都知道。知道夫君喜恶，不是妻子分内之事吗？秦姑娘从前也知道不少，只是可惜人会变。林州哥哥也这么觉得？对，我现在只想带苏唐回去。我明白了。姑娘，咱们还进去吗？去打听一下，老庙主方才同他们说了什么。姑娘，我倒要看看他用了什么邪门法子。再传句话出去，就说谢世子夫人恐怕用了些不该用的手段，
才事事猜中世子心思。怎么了？没什么。玉还烈？没有。世子若真想补好他，记得以后少说反话。我何时说过反话？一直。同心玉烈不烈暂且不说，这人的嘴怕是一时半会儿补不好。听说没？谢世子夫人会妖术。妖术？说他去月老庙求了邪法。夫人，他们说的太难听了，奴婢出去解释。解释没用。那怎么办？等传这话的人自己着急。世子，外头那些流言越来越离谱了。谁传的？最开始是几个贵女圈子里传出来的。秦玉柔，除了她，不会有别人。备车，去秦家。姑娘，谢世子来了。林州哥哥，流言是你传的。林州哥哥，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。你明白？我只是说了几句实话。实话？她才嫁给你多久？为什么她什么都知道？她总能猜中你在想什么，你不觉得奇怪吗？奇不奇怪，与旁人无关，更与你无关。所以，你是在护她？林州哥哥，你变了。人都会变，流言到此为止，否则以后秦家与谢家不必再来往。原来是我一直活在从前。夫人，世子去替您出头了。谁告诉你的？全京城都知道了，都说谢世子亲自去了秦家，是为了夫人去的。听说世子去秦家了。路过，去了，专门去的，不然他今晚又要胡思乱想。世子，谢谢。不必，我乐意。怎么了？明日陪我出门。去哪儿？不知道，约他第一次，总不能说出来吧？好。老太君，世子主动约夫人出门了。真的？真的，夫人已经答应了。看来啊，离咱们喝喜酒那天不远了。世子，咱们到底去哪儿？随便走走。随便走走，带这么多，有意见？没有，这哪是随便走走，这分明是要把夫人供起来走。太素，好看，这件披风果然适合她。她会不会觉得今日太冷？手炉呢？长安怎么还不递？世子今日不是说随便走走？不随便，想了半宿。月老庙去过了，酒楼太闹，湖边风大，还是城南梅园合适。那我们随便去哪儿？城南梅院。世子连随便都随便的挺周全。话多，他是不是看出来了？看出来便看出来吧，反正他都听得见。谁告诉他们的？属下不知。这不是巧合。若谢灵州今日继续嘴硬，外头那些流言就要坐实了。姐姐也来了，真巧。不巧吧？世子夫人，前些日子的流言我也听说了。若因我从前伪世子相识，让世子夫人误会，我愿意当众赔礼。不必。我与秦姑娘只是旧识，没有旁的关系，也不曾给过旁人误会的余地。姐夫何必这么说？秦姐姐从小便与您相识，她也是一片好心。我与她相识多年，便该喜欢她。那你与苏唐同住苏家多年，怎么不见你真心待她？这一次，他没有让我从心声里猜。林州哥哥，我只是想知道，我到底哪里比不上他？
他才认识你多久？他真的懂你吗？他若不是用了什么法子，又怎么会事事都知道你的心思？来了，秦玉荣最后一击还是绕回了佟新宇。他想逼我当众否认苏唐。若我说苏唐没有特别处，便是打他的脸；若我说苏唐特别，他们便会继续拿妖术说事。不能让他一个人站在这儿。他不用法子，我喜欢他，所以他知道。他知道我不吃鱼，因为他会问。他知道我喜甜，是因为他记得。他知道我嘴硬，是因为他愿意听我那些不中听的话后，再给我一次解释的机会。秦姑娘，我不喜欢你，不是因为苏唐用了什么手段，是因为从一开始，我便不曾喜欢过你。苏唐，我娶你不只是奉命。新婚夜说分院，是我以为那样能给你退路。赏花宴说不喜欢，是我怕当众说喜欢，会让你觉得被我逼着做世子夫人。后来每一次说随你，都不是真随你。我想你留下。苏唐，我心悦你。我听见了。嗯，这次不是心声。他笑了。我方才说的够不够好？会不会太短？要不要再说一遍？原来佟新玉修好了，可我还是听得见。世子方才是不是很紧张？没有，紧张的手心都是汗。世子，我也心悦你。他说什么？他心悦我？再说一遍。不行，不能让他再说，显得我不稳重。可是我还想听。世子还想听？随你。谢灵州，我心悦你。我也是。老太君，世子当众说新月夫人啦，总算没白长这张嘴。像是修好了。那你以后便听不见了。若听不见，他会不会又信我嘴上那些话？不对，我以后要少说反话。但若他听不见，好像也有点不习惯。我好像还能听见。听见什么？听见世子在想以后要少说反话，还听见世子说有点不习惯我听不见。世子去哪儿？书房。完了，以后岂不是还藏不住？那我今晚想留下，他也能听见。其实也不是不能留下。你说什么？我说外间软榻该换一张宽些的了。他让我留下，不是软榻，是让我留下。我是不是该说好？不行，不能太急。可是我想……好。世子今晚终于不用睡软榻了吧？怎么了？完了，这雨好像又变了。